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我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徐伟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雷宁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。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结婚7年了。刚认识的时候，我就认定他是我要托付一生的人，但才仅仅7年，我们之间物是人非。他对我父母的态度很不好，好像我们全家都欠了他一样。在我和他父母之间，他永远都是选择他父母，从来不在意我的感受。以前他对我百般体贴，现在我就像他脚下的蚂蚁，什么事都要听他的。每天这么大的脾气，谁受得了？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曹先生29岁，来自山西，公司职员；王女士29岁，来自山西，待业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结婚多久？结婚7年了。娃多大？娃今年6岁。男娃女娃？女娃。你在家带娃？对，是的。你工作挣钱养家？对。今天来是因为妻子觉得丈夫的变化太大了，是吗？对，是的。我们结婚7年吧，我觉得这7年来，他从刚开始就理解包容，变成现在特别的不理解我。因为我们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嘛，我觉得他有一些愚孝。你看这一次吧，我回来娘家已经有3、4个月了，是为啥回呢？就你说我喜欢买一些吃的呀、零食给孩子，然后取快递回去，我婆婆就在窗户边盯着我，而且呢还阴阳怪气的说乱花她儿子的钱，对这个家庭不负责任。我就觉得那也是我老公呀，我和我孩子花我老公的钱不是天经地义的嘛。然后我俩就吵了起来，当时我就要带着孩子一气之下就要回娘家，结果呢我公公他就不同意嘛，而且呢当时把那个车窗给砸了，轿车的车窗砸了。对，就为了不让您回娘家。对，然后呢？他在跟前，他也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我说一下那个，因为什么砸那个车窗哈？当时他还没有驾驶证，肯定是不能让他带上孩子，完了再开上个车走的。那肯定啊，违法驾驶。我当时是没有驾驶证，那我在气头上，过一会儿我就不走了。本来我俩这个气还没消呢，他又完了又浇了一把油在上面。因为啥哈？因为当时不管是我或者是我父亲、我母亲在那劝，好说歹说他都听不进去。砸玻璃那是因为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没有办法，你也不能采取这么极端的方法呀。再说了，那也是我的孩子，我是他亲妈，我会考虑到我俩的人身安全的。你没考虑，你连驾照都没有，你就要开车，你本身就没有考虑。反正确实那天我没走，第2天我就带着孩子坐了个车回娘家了嘛。完了回去现在3、4个月了，就前几天吧。孩子不是马上开学了嘛，人家回去接我了。当时我就说了一句，我说还想在我家多待2天。其实我就是那么口是心非的那么一句话，然后人家呢头也不回的就我喊都喊不住就走了。不是说你喊不住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肯定就是放下我的面子。那你这3、4个月老婆在娘家期间，你去看过吗？去过。没有。去还是没去过？没去。那个中间去过1次啊，就去过1次。去过1次。不想闺女啊？想了嘛。那你就去了1次。这个人就翻身就走了是吧？对，他接着就走了，然后呢，第2天就开学了，完了他又给我发了一个微信，说明天我去接孩子去，意思是接孩子就不接我呗。那你说在我心里，我就觉得，说我这个家吧，这已经成了我娘家了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回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，我就感觉我都没有家了，好像哪边都不是我的家。我出家了以后，大概听明白了，等于现在妻子离家已经3、4个月了，是吧？对。现在回家了吗？没有。还在娘家。对。行，咱再往下梳理啊，这是跟公婆关系出了问题，是吧？对。冲突点就是跟婆婆吵架，丈夫没有站出来。然后小事儿变大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您再接着讲。就我为啥不愿意回那个家？就我特别压抑，回到那个家里，我就一点自由都没有。你说平时我就在家里吃个螺蛳粉，他母亲等他下了班以后都得回来告状。然后呢，你说大夏天孩子流个鼻血不是很正常吗？结果呢，他母亲就告他儿子说什么啊，我不看孩子，我对孩子不负责任。他几乎那个这些零食了啥，他都是天天不吃正饭当饭吃。还有那个孩子流鼻血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在那玩手机，
孩子不是流鼻血了吗？那会儿没人管。那你说我也是你妻子，你就不能听听我的声音吗？对不对？你就说嘛，是不是他流鼻血了？你在玩手机？不是，因为我没看到他流鼻血那回事儿。还有就在孩子的这个教育问题又出了啥问题了呢？你像孩子本身现在不是6岁多，马上幼儿园要升小学嘛。但是呢，他有惰性，而且他贪玩，他经常就回来，他知道我要抓着他要学习，抓着他要阅读，完了他呢就经常就跑到他爷爷那边去拖着去。爷爷奶奶吧就觉得啊，孩子吃饱喝足，反正碰不着，乖就行了。然后我吧，我就吼他嘛，有时候我就说过来学习了，他父母就说，怪不得孩子就不愿意来这边。那肯定孩子谁对他放松，他就愿意去谁那儿。完了，他父母意思就又是我不负责任了。因为啥？因为那个孩子每天放了学是吧？回到家他一直在那抱个手机在那啊，做他兼职了或者是玩手机了。你说孩子回来他是一个小孩，他得有人陪是不是？谁接他呀？有时候我妈去，平常的话都是他去。但是说呢，那孩子回来他肯定得有个人陪着了嘛，不可能说他在那玩手机啊，完了孩子就自己去干别的。我都说了，我那不是玩手机，你们为什么？你要是你不玩手机，你也得分个时间。那为什么在孩子教育的这个问题上，你们又嫌我教的不好，完了你们又不教？你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从来都是站到你父母那边。就结婚的时候，不是当时他父母答应的给我，就是单独给我3万块钱嫁妆钱嘛。然后当时家里也可能。好奇的问一下，你们家彩礼要了多少？我们家彩礼就很普通，就要了8万8。还有其他3金什么的吗？有。你接着说啊，还要单独3万没给是吧？对，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俩不是就买了个车嘛，当时经济就比较紧张，然后当时我就要这个彩礼钱的时候，他父亲呢，结果就意思是说还要啥彩礼钱，早就给我们了，意思是说当成生活费给我们了。那我就想问一嘛，父母家吃饭交生活费吗？不交哦，还吃。但是他突然跟我说，早就当成生活费给我们了。难道你家娶回来一个儿媳妇儿，难道吃饭还要生活费吗？再说你要生活费可以啊，一码归一码，彩礼是彩礼，你不能说偷换概念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不承认有这回事儿。不是不承认，咱们已经结婚7年了，是不是？你说我爸妈，你说平常多多少少他们也帮我们，是不是？后面是他自己也不高兴，或者是一生气，他就拿上这个出来说事儿。但是正儿八经，人家我爸给他拿出来的时候啊，他又不要了。是当时他姐姐嫁的时候，当时给我拿出来一次，咔给我拿出来2万块钱现金，给我就放到那个洗衣机上。我当时就觉得好像他还带着气那种啊，因为确实当时我大姑姐嫁出去以后，我要了一回这个钱。然后当时吧，我就想着我俩又年龄也小，我就想着我说爸妈你们先从着吧，而且我也不想说人家本身是一桩子喜事儿，然后呢这一家子搞得乌烟瘴气的，对吧？所以人家嫁闺女，你自己要那个彩礼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你在那节点上面就是，哎，你们收了彩礼钱来，把我的那个给我，难免让人生疑啊。行吧，咱们不絮叨这些事儿了吧？住在公公婆婆家吗？住的了。住。吃在公公婆婆家吗？对。现在不在了，他和孩子在，但是我一个人。那几年的饭就白吃了是吧？哦，之前在。好。所以问题就来了，吃我的住我的，彩礼钱也是我出的，什么都是我出的，你听我说2句话不可以吗？然后他娶你的时候，我还给你那么多彩礼，我说你2句不行吗？行不就完了吗？我把你养了20多年了，还在养你，你是向着我，你敢不向我吗？问你。不敢。咱们先把道理说通。娶媳妇是他花的钱吗？不是。房子是他的吗？宅基地可能有他一部分，但是房子是我盖的，对吧？那他不听我的，凭什么听你的？你给他带来了什么？我问你，我养了29年，娶媳妇是我花钱娶的，房子是我提供的，什么都是我提供的。我养他，我除了养他，我现在还养我的孙女儿。作为媳妇的，你为他做了什么？你不是跟我比贡献吗？咱俩比比，来，为什么他要听你的？咱讲道理。噎着了。所以如果你公公婆婆像我这么强势，拿出这套话语体系来跟你对话的话，你可怎么办呢，姑娘？这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一段话。给我站着！站着！你看没出息样，站着吧，是吧？我要是你妈，我也看不惯，养了个什么儿子呀？对吧？该坚守的原则都不坚守，不该疼的时候瞎疼。
你说你公公婆婆如果像我这样混不讲理，跟你说这段话，你怎么应对？有办法吗？是不是句句都在道理上？对吧？我跟你说的第二段话，你今年多大？29。哪年的生人？95年。哪一年？95年。1995年对出生的人，愣跟我们说我出嫁了，我没家了。你妈不是你妈呀？你爸不是你爸呀？那咋没家了呢？你告诉我，你这脑子里都是些什么呀？他刚才说那段话的时候，我都惊讶了，说我没家了。这多少年得在什么地方的这种观念，我吓了一跳啊！你要靠他养吗？不用。那不就完了吗？挺起腰板，正常说事儿。失职吗？其实有时候我自己觉得，也挺失职的。就是这是一个情况嘛，就是在农村，对吧？对。所以要跟父母住在一起，是吧？对，在那个院子里面嘛。对，提过要分家吗？以前提过。后来怎么没分呢？家是分了，但是说呢，两家人还在一个院子里面。但是我可知道，农村如果家分了，就分得很清楚啊。你们去人家吃饭得交钱的。所以是假分是吧？对。所以日子还是在一起过。对。他不工作到底是谁定的？你们俩商量的吗？他以前他也走过，不太稳定，所以就一直在家里面带娃了。今天你来的抱怨，核心的抱怨是你丈夫在婚姻当中不作为，你用的词叫愚孝是吧？对。那你是怎么规划和打算的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打算。那你得打算啊！您都29岁要30岁了，您不能老抱怨啊！行动力，解决问题的办法，来，您怎么打算？我提出过出去住。住哪儿去？就租房子也好，还是租哪儿？租县城里边。多少钱啊？一个月？1年下来的话，也就5、6千吧。看过吗？小朋友的这个上学问题，在那个房子那儿能解决吗？他不同意。不是他同不同意的问题，是你想做这件事儿，你有没有去付诸于行动，姑娘？我去付出了，但是他不同意，我又害怕，因为我这个事儿。为什么不自己去呢？我执意搬出去，就导致我们这段婚姻呢，是不是？他如果说我搬出去了，他还跟他父母在一块儿，那你说我们……那你可以不要他了呀，淘汰他呀。你不是不愿意吗？淘汰啊，反正现在也是个淘汰状态。为什么不改变？所以你看，就是因为你害怕失去，所以人家可以这样做呀，还没离婚呢，就是负了个气。你们俩都在干嘛？一个没有驾照的公民，要带着5、6岁的小孩开车，谁都拦不住，逼得家里一个老人，我不知道是拿起了锄头还是拿起了什么，敲碎了玻璃才能把人拦下来。你怎么那么大的脾气啊？一个做爹的，闺女那么小，老婆带娃回了娘家，明明知道是负气，3、4个月就去看一回，干嘛呢？所以你们怪什么公婆管啊？可不是得管吗？别说公婆了，你像我这外人，我一听这事儿我都得管。就咱们就把这个事儿一一的给它串在一起，我们就能描绘出一个日常的常态来。婆婆没少帮你带孩子吧？是。你看手机的时间至少50%是在自我娱乐，而不是在兼职，是还是不是？不是。兼职做什么？类似于客服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？3、4千吧。一个月能挣3、4千呢？对。他一个月挣多少钱？6、7千。你们一个月花多少？他花钱比较大。你们家谁管钱？以前是他管钱来的，完了现在是我管钱了嘛。因为以前比如说我给他5千，他就想花1万的那种感觉。只要看见的自己喜欢的都往家里搬。比如衣服啊，穿都没穿过，过段时间就全扔了。我啥时候见啥往家里搬啥来？他就是抠。你想想，他吃个螺蛳粉，他都得今天回来问我，你是不是又吃螺蛳粉了？然后我吃个苹果，我吃一半，我放那儿一半，他就说，你看这苹果吃的，吃一半又扔一半，那吃一半第2天还能吃呀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说怕你吃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说咱那个东西，咱尽量不浪费，你知道吗？这没办法，所以他们是夫妻呢。
我来回答你。我告诉你为什么不想让你吃螺蛳粉，是跟咱妈咱爸在一个锅里吃饭吗？那边老人把饭做好了，您天天吃着螺蛳粉，您觉得是我们家人做饭很难吃吗？生活讲道理，我这道理错了吗？没有。没错。所以啊，你看你们这些破事儿，哎呀，生活那么多姿多彩的，陪孩子的时间乱七八糟那么多事儿，你们为什么在这个破事儿上吵？还就为这点破事儿，居然还能回了娘家？您现在是一个母亲了，您不是公主了。行了，你也有问题。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的吧。啊，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大夫，我问你，如果在家里，明明妻子做的是对的，但你父母认为是他错的，你也会认为是他错的吗？我不是说看谁呢，我首先我会看那个理。你在这么多年的婚姻当中，父母和妻子产生矛盾，你指责过父母吗？有过。那说明他还是讲道理的呀。没有，从来都没有，反正至少我不知道，我一次都不知道。反正一切都是你的错。对，他都向着自己的父母。对。你知道为什么呢？他没有底气啊！你们一家三口吃着用着都是他父母的呀，你们完全可以离开这个屋檐下的呀。你的妻子为什么这么做？你刚才说买东西也很随意，花钱也很随意，孩子都不管玩手机，为什么？他没有生活压力呀。就像赵川老师说的，父母才是你们两个人家的东家，东家说一句都不行吗？如果你们到现在还在坑着父母的老，很安逸，人家还不能说一句话。所以作为一个女人，我们自己还是应该有点自知之明的吧。你嘴上说着哎呦我要离开这个家，我要离开这个屋檐下，你离开了没有？你现在是赌气住在娘家，也在吃着自己娘家的饭。自己要有志气，要给孩子做榜样，不管谁对谁错，先离开这个屋檐下，凭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，养好孩子。所以你们两个人拿出志气，离开这个屋檐下。你说你离得开这个家吗？我家离得开吗？我愿意。愿意，你离得开吗？你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啊。现在是你被自己架在火上烤喽。你回娘家，觉得那边能好言好语请你回去，我告诉你，这回婆婆一定不会请你回去。那你怎么办？至少你老公还有站个孝啊，对不对？可你不孝啊。你回到自己娘家，你的父母怎么想？灰溜溜的回来，等着接，没人接。你享受着公公婆婆对你的照看，对你的帮助，却我要凌驾于他们之上，你凭什么呢？你应该认清楚事实，好不好？至于你现在回不回婆家，你来定。这个台阶不好下，关键看你老公给不给你下了。愿意接他吗？愿意。那为什么不去做？我当时去了，但是他还没回来。你接的是孩子吗？你也在给你老婆一个下马威啊！你敢离开，你就得自己灰溜溜的回来。你从此在我们家你就抬不起头。我要让你知道你在我们家是什么地位，这是你心里想的。他在家里面照看孩子是你们俩共同的决定吗？对，但是有的时候啊，我感觉他就不顾及别人的感受。你指的别人是你的父母还是你？我。那你为什么有什么话不能直接跟老婆说，在小家里的这个问题得到解决，非得要拿着父母的枪来去打自己老婆？有时候我说了，他有时候不听嘛。不是啊，你在你心里根本就没有分出你的小家和大家，这是有一个区别的。你的心不在小家，你的妻子是看在心里，是凉在心里的呀。所以说你真的你应该提出来搬出去。你老婆纵有很多不是，但是你们的小家过，你们俩是主人，而不是你的父母。你能搬出来吗？可以。
真正的好日子一定是自己过的，而绝不能有外人插手，否则你们家啊会乱七八糟的。给你们建议啊，这次呢你也别回婆家，你呢从婆家出来，你们租一个地方，好不好？试试自己的2人世界，自己带孩子，看能不能过好这个日子。现在小宝宝谁带？现在我上班的话就是我母亲带的。那个你不在，孩子挺好的，我就告诉你这个，啊，然后我问一下，就是当时他带着孩子走，几个月你就去看了一次，我问你，要不是因为孩子在那儿，你去吗？他一次都没去过，就接要不是因为孩子他带走了，你去吗？去。行嘞，你说去就行了。然后现在你把孩子也接回来了，接回来之后你去了几次？也去了一回，但是一回了是吧？就他在娘家，然后你就把孩子接回来，你就再去了一回是吧？嗯，对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你不重要，而他们现在带着孩子，他们家过得挺好，孩子有人照顾。我问明白了吗？哎，好嘞，你对这个婚姻啊已经不积极了，你对你们两个的感情已经不积极了，因为从他都不带否认的，直接跟我说理由。对，他的理由就是他老欺负他什么的，就类似于此，对吧？你对你妻子的态度完全没有积极态度了，对吗？对。哎，这是告诉你的第3件事儿，你真别以为自己多重要。你可以说说这个人啊，他良心坏了，这个人跟结婚的时候比他没那么爱我了。先问自己可爱吗？这位妻子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觉得自己可爱吗？不可爱。哎，你也知道不可爱。第一点啊，我告诉你，你有几个地方，为什么不可爱？第一个，你做事极端。一个极端的人能逼着一家人跟着他一块儿极端，你有多极端？你没有驾照，因为一时生气敢带着孩子开车要走，你公公除了上来砸车窗，他还能怎样？第二个，谈恋爱你要谈一个什么人呢？这个人消费得有节制，以后日子能过。这位妻子，您消费有节制吗？然后接下来谈恋爱的时候要谈一个讲道理的人，不能遇事双标，不然的话结婚就会出现什么事儿？就会出现这种事儿，双标。我觉得你欠我钱，我不开心可以跟你要，嘿，你还欠我3万块钱呢。哎，你明明给我了，搁那洗衣机上了，我不要。我不要可不代表你收起来以后我不提，我可以跟你要，你不能给我寒碜我，这叫双标不讲理。说了这么多了，这位妻子，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？考虑一个活了49年的人，他刚才给你这几条，咱们修正一下自己，遇到个台阶赶紧下啊！因为现在人家正在习惯没有你的生活，孩子现在没有你，孩子人带的挺好。哦，对了，忘了说最重要的一点，身为儿媳妇儿，你没用。第一个，家务你不做，每天中午做饭是公婆给你做。第二个，你每个月赚钱多少自己都不知道，甚至有可能不赚钱还老花。第三个，孩子流鼻血了，全职妈妈居然是自己婆婆先看到，哎呦喂，我们那孩子流鼻血了，你没用啊！哎，我要是你，考虑一下刚才我说的这些话，咱们在生活当中修正自己。虽然这个丈夫现在你也挺没用的，真的，我要是你的话，自己勇于面对生活的琐碎，带着老婆孩子出来当过，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，原来没了爹妈，我这媳妇儿什么都做不好。那个时候你就知道，哦，生活原来不易。所以呢，就是再给个台阶让他回来。咱们如果要是懒，生活就这么继续，前提是这位儿媳请你学会咱们懂点事儿。好，我说完了。孔子说30而立，立什么？是不是成家立业？30而立从来不是成家立业，30而立立什么？立3样东西。第一个叫立志，你有志向吗？你未来的道路是什么？你的梦想是什么？你将来40而不惑的时候，你不惑的是什么？你将来要做什么？为这个社会付出什么？志向是什么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叫立身。什么叫立身？
你能不能独立生活呀？你找那个工作能不能供养得起自己呀？能不能供养得起你那孩子呀？第三个叫立礼，无礼不立。你们对公婆是怎么样的？对爸妈是怎么样的？有理吗？你知道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，你和别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吗？30而立，都30岁了，还把寄生虫当得津津有味。我不知道这是谁的悲哀，我也不知道。就今天站在舞台上面，大声斥责对方，你是妈宝，你是怎么样？有脸说吗，姑娘？有脸说吗，少爷？就这样，就听起来挺难受的。就现在有一波女生就觉得说，我嫁人嘛，我应该是怎么样的？她们给她们自己想了一种生活方式。到我们这个岁数了，我今天要是回我爸妈家吃饭，我真的不敢之前垫很多东西，做的再不好吃都得玩命往里头噎。吃的少了就跟爸妈说什么，哎呦，这2天我减肥呢，我吃的少了一点。我们真的不敢，就心里面特别有敬畏。你们现在这个东西没有，你们搬出去住吧，要不然孩子也毁了。就试着独立生活，总比这样好。你们过3个月，哪怕再搬回去，我都建议你们先出去过3个月，感受一下什么叫生活。你是为谁哭吗？为自己的命运哭啊，还是为未来的苦日子哭啊，还是为什么哭？你说说，没事。我们不是为了训你啊，我们是为了说怎么让2个年轻人有一个6岁闺女的这个家能够越过越红火。你说没事。知道啊？没有为谁哭啊？没有。唉，能跟他一起搬出去，你愿意吗？愿意。女生愿意跟他一起努力吗？愿意。你们俩一起去努力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从咱俩相识到现在也6、7年了，6、7年时间了。我希望你呢，把以前那些毛病了啥的，你要都改一改。你要是再那样不顾及别人的感受，我感觉咱们这个后半生，我感觉很难再走下去。我其实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，确实我有我自己的问题，但是很多时候我总是口是心非的。我刚才也听了老师们的建议，我自己也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就是很难。实在不行就自己搬，实在不行就自己搬吧。婆家回不去嘛，自己眼面上不是下不来吗？自己搬啊，自己搬了自己先生活一段啊，脱离自己的父母，脱离自己的娘家，这也是婚姻成长的一种途径啊。我该看孩子看孩子，我该送孩子送孩子啊。我管不了了，工作特别忙，我就把他送到公婆那儿，让公婆给我搭把手照顾一下。是啊，成长啊，这就是成长啊，没有什么难的呀，只要你想做呀。可别再在父母家再待着，娘家再待着，等婆家来接，他们不会接的。男生要做的事情就是现在要一起要去做自己父母的工作嘛，跟父母讲我们成长嘛，对吧？他也在改变嘛，慢慢再往一起融嘛，这个就慢慢来吧，这就是生活。谢谢2位，请回，请回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。预测一下他们会出吗？我断言还是双出，男生出。我觉着男生应该会出来。我觉得双出。来吧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这妻子是什么？心理上过意不去，就我怎么能低头呢？其实没什么嘛，错了咱们承认错误，改了就好嘛。来，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
请亮灯。在这儿跟先生父母说一句啊，孩子们要搬出去，不是不爱你们，不是说未来不给你们养老，不是要脱离你们，他们想搬出去是想更独立的成长。如果为了他们和你们未来更好，他们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，希望二老能支持他们。谢谢你们啊，谢谢谢谢，来，请回，请回，请。谢谢主持人，谢谢老师。来，请回，谢谢。时间真快啊！真没有想到95年的年轻人已经站在我们的舞台上，已经结婚7年了，好吧？祝他们早日独立。来，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结婚快30年了，他现在变得岁数越大越粘人，年轻时爱管也就算了，这么大岁数了，只要不在身边就疯狂的给我打电话，弄得我很没面子。这30年我跟他吃了多少苦，对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，他根本看不见，还把我对他的关心当成他的约束。我们俩的思想总是不那么一致，我让他干什么他和我都唱反调，我真的很无奈。如今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，他也不懂得关心我，我真的很寒心呐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袁先生53岁，来自河北个体；刘女士49岁，来自河北无业。有请，欢迎两位哈。这个结婚多少年？结婚29年了。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29年的婚姻。哎呀，那是个煎熬啊！煎熬。对，您用一个词来形容29年的婚姻。怎么说？29年过得不是多么愉快的。您妻子说不愉快，丈夫说煎熬。对，所以我们把这两个词组在一起，可以造一个句子，是吧？29年不愉快的煎熬婚姻。来，咱们听听先生说怎么就煎熬了吧。29年的婚姻了，我觉得吧，我在这个家付出的也不少，但是呢，他这个人呢，老是比较粘人，整天给你通话打电话，你到哪儿，他就跟着你到哪儿，而且呢，你想做什么，他都要给你顶着干。不是这样的，他说我粘人是怎么粘人？他出去喝酒了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有的时候他不接，我怕他喝多了身体有什么问题啊。我是那么回事。原先呢，我是在家做这个木材生意嘛，有一些客户吃饭的时候他就不让去，说什么呢？哎，给人家拿这个钱，让他们自己去吃吧。我说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再说还可以交流交流这个买卖嘛，对吧？而且刚刚做到这以后，10分钟就一个电话，停10分钟一个电话。还有最让我记得这件事就是什么呢？我北京的一个同学，我们都几十年了，他们在北京工作，然后回家以后，我们想聚一聚。这件事我跟你说，你不去不行吗？后来我就不跟他说那么多了，打完电话，同学一直在催我，我就自己去了。结果去了以后，他打电话我不接，自己就跑到那儿去了。到那以后，他也不进门，就在门口站着，非常尴尬，很没面子。这为啥不进门呢？那次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要是接了，我就知道他没事了。他一不接电话，我就觉得他在外面有事了。因为他有一次他喝酒喝多了，他回来的时候把脸上碰了一大块。我是为了他的身体。不是，您去了干嘛不进去呀？也喝两杯。不是，人家在那都喝酒，我也是不愿意接。他就是喝罢了，我就拽着他回去就行了。我是这个意思。行。他有的时候喝多了，你知道。他喝多，他不回家，去哪儿啊？他出去转，他酒醒过来，他再回家，弄得我一晚上都不能睡觉。有的时候经常说喝酒，然后就夜不归宿，是这意思吧？是这个意思。不是那样的，不是夜不归宿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把酒醒过来以后，然后再回家。您这喝完酒以后几点钟这酒就醒啊？看时间了，一般就是1个多小时吧。理解了，就是妻子老管着丈夫喝酒嘛，丈夫觉得不自由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是这个意思。行，那也不至于就煎熬嘛，这不是也好心吗？是29年都这样，还是近期才这样？经常吵。那接着我想请先生来说说，怎么叫跟您对着干？结婚以后那是90几年，我就跟他说呀，咱到城里去，我去打工，啊，你呢在家呢，把这些地种好，
看着孩子就行。嗯，只要说出来这个以后不行，不能去。为什么不能去呢？这家里边有孩子，你还得照顾，你得种地，我照顾不了，你不能打工。那您到底去没去打工啊？去了，那还是没听啊？我不能听他的呀。主持人，我跟你说一下，我为什么说不让他去城里打工？那个时候他母亲去世了，我到他家我才21，他父亲年龄也大了，有病。种地嘞，我也不会种，还有个孩子，我说不行，等孩子稍微大一点，你去城里打工。就这样，我跟他说，他非去吧，到那结果也没挣到钱，又回来了。那不是出去都能挣钱的，是吧？那不是机遇嘛，机会机遇，对不对？行，反正就是结果是没挣到钱，回来之后又怎么了？对，最后呢，我看这个人，我们这个村里呢搞了一个大棚蔬菜，是吧？我看我们离县城也非常近，然后呢也方便，我就说咱也按人家这个模样，要比他好一点，建一个大棚，种一些比较这个稀有的菜，这样的话拉到城里去卖，肯定能卖好价钱。他就跟我说，你哪来的钱呢？你盖大棚需要投资吗？是啊。我说这钱嘛，咱2个人去借，对不对？他就说，哎，那你借去吧，我不借。那最后大棚搞没搞啊？搞起来了。挣没挣钱啊？也没挣到啥钱，反正也没赔钱。这您有什么好说的呀？每一件事你不是按你的想法做了吗？对不对？我说主持人，我给他借钱了。当初他弄大棚的时候，我是为什么不同意？你看人家弄大棚能挣钱，不见得咱们弄大棚都挣钱。因为这个弄大棚这个事儿啊，这不是个小活儿。张嘴借钱那不是多么容易的事儿。当初我跟他认识的时候，我妈都不同意，他家里条件太不好了。那个时候我也年轻，我说他这个人挺能干的，我说自己挣吧。我都回我妈家都没法借钱，结果弄大棚也没挣到钱，也没还了人家的钱，那不就赔了吗？不是赔倒没赔，后来呀，我发现这个大棚呢，种菜呢，他没有这个倒腾这个菜挣钱，从生产商变成经销商，不就这意思吗？对，就这个意思。怎么样？他就是不同意，不能干。干没干？没干，这个没干成。为什么不能干？因为咱自己种的菜还不行吗？再倒过来菜，一天卖不完，不是坏烂了吧？烂了，这不是赔钱了吧？懂了，这次您赢了是吧？啊，他还拦过您什么事儿啊？后来我不是木工吗？有这个木工的手艺，然后对这个木材呢也都非常了解。那个年代嘛，正是这个修房盖屋的时候，我说咱抓住这个时机，抓紧时间做木材生意。他就说你做这个做那个，你这个东西你能保证赚钱吗？我说做生意谁也不能保证赚钱，是的，只能用力去做，用心去做，对不对？后来怎么样？后来是也做起来了。这买卖现在还在做是吧？24年的时候，这个生意就不再做了，因为什么呢？现在这个青钢啊，是14年吧？14年啊。因为什么呢？现在这个水泥啊、青钢啊、这些塑钢啊这些东西，全部把这个木材东西全部代替了啊。所以说那个原木的这还得跟上时代的脚步。对，做到14年之后，这几年做的什么买卖呢？这几年转战到这家具上了嘛？咋样？也不行。还反对吗？你听我说啊，主持人，这最让我烦的就是什么呢？我在当时这个看木材的时候，我看到这批木材非常的挣钱，然后把钱打过来，有入地就能赚一半。我说你把钱抓紧时间给我打过来，结果说没钱。不是，这里面是2个问题嘛？到底是有钱不打，还是确实没钱？有钱，那个卡上钱我知道，怎么能没钱呢？那卡上的钱不是卡上有钱，为什么您自己不转呢？因为钱都是他管着，我没拿钱。是这么回事。我为什么不给他转钱？是有原因的。他那次在德州，他装了3车小净木，他说这个车净木到家都赚钱，赚4万多。结果赔了2万多，你说我又没有在跟前，又赔了，这怎么办？我一家借了7、8万，你说我害怕不害怕？害怕。那我想问问啊，这个现在在外面还有饥荒吗？还欠人钱吗？饥荒基本上没有啥饥荒，日子过得比以前好啊，还是比以前差呀？经济上不如以前。哦，为啥？我总觉得生意也好，很多机遇也好，明白，都是因为他擦肩而过。你是觉得你应该更加的富有，但是你现在没有那么富有，是因为老婆拦着你，断了你的财路，是吧？对，就这么回事。听懂。刚才话里话外也说了，嫁的时候家里就不同意，后悔吗？后悔。现在家里面的钱还是您管吗？谁挣了谁花，我不挣我就不花。那现在你们是分开了啊？在经济上算分开了吧？算分开是什么意思？您做什么呢？
我去年我做的子宫肌瘤，我现在没干什么。哦，您休息，我休息。是吧？那您做什么呀？我现在跟人家兼职嘛，做这个营销这方面的工作，因为我有这个营销经验嘛。所以您现在等于自己不做买卖了，对，给人打工了，对，是吧？那这不就好了吗？踏踏实过日子不就得了吗？还吵啥呀？不好，我在这个家怎么做也不是人。在家每一次都是挑我的刺儿。你说咱现在这个年龄，咱们不能在家坐吃山空，对不对？你该挣的你得去挣，对不对？所以您现在想着我还要到外面去奔，是吧？对呀。您的想法是差不多了，就在家里待着，咱守着点地就行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我在家做了有多大的付出，他都看不到眼里。年轻的时候孩子生了病，看病的钱都没有，我得回我妈家借钱。现在我带着3个孩子这么大，我不容易带3个，我3个孩子啊。我大儿子都结婚了，2个孙子了，我2类姑娘、3类姑娘都在上学呢。啊，所以得挣钱啊，他不要挣钱。我挣钱，我怎么不挣啊？他要1个月挣5000块钱的活儿，我往哪儿找啊？他就这样一直要挟我，他为难我。我轻松的出去都是5000块钱吗？你挣不了5000，你挣3000也行啊，这不能老是在家待着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们现在的冲突到底是大姐愿意在家里待着不出去挣钱呢？还是说人家出去挣你钱，人挣的少啊？我觉得反正他是不乐意出去。我去找来没有？你就是看我不顺眼，在家我做了饭是，你知道他回去怎么说？他说这人吃饭吗？他说，不是人吃饭，我没有吃，孩子没有吃啊。你做啊？你为什么不做啊？那我没做吗？对不对？你做了几顿呢？你做的，就是老是我不对，你都看我不顺眼是吧？不是不顺眼，你老是强词夺理，老是呢什么事都管。我不管你管，有的时候孙子过来了，你说不带孩子不带孙子，孙子也过来，他跟我吵，为什么又带孩子？你家的孩子你不带让谁带啊？你记住一句话，孙子是他们看的，不能一直严着你。我就觉得老师这思路不清楚。好，听懂了。这个还想问问啊，俩闺女现在多大了呀？闺女22了，还在读书啊？她读大学呢。本科。小的呢？小的18了，上高2。哦，学习成绩？差不多。大儿子是什么学历？大儿子是大专。这不是人生赢家吗？赢啥家啊？这个50出头俩孙子了是吧？啊，2个孙子。50出头俩孙子，1儿2女，这人生赢家，你们还在这吵啥呀？这前半程赛道跑得多好啊，跑赢了9%，我不能说90%吧，至少跑赢了50%的人，你不骄傲吗？骄傲不起来。咋骄傲不起来啊？就是说，你想你养了3个娃，对，2娃都受过高等教育，第3个孩子正准备去接受高等教育，然后还有2个孙子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事儿？听明白了，就这么点事儿嘛。婚姻里面的就这么点事儿嘛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就看我不顺眼，就是看你不顺眼，我在家怎么做怎么不对，就是你怎么做怎么不对啊？因为你看他也是一样的呀。我们不用说那些细碎的琐事儿，你记不记得我曾经问过你？我说你说这个男人什么嫁给他？你的原话是什么？能干，对吧？啊，原来我能干的概念，在很多人能干的概念就是脑瓜子灵光，肯吃苦。这些年他偷懒了吗？他倒没有偷懒，你看，认认真真、勤勤恳恳的，没有偷过懒，对吧？这是公论吧？只是说心思有点活，看到什么听别人要挣钱，总想去把钱快点捞进来，没错吧？啊，这就是人嘛，这不是你当初最喜欢他的吗？他没变呀。所以你看，你们俩是不是说的都是一样的话？我干这个，他不让我干，他拦了我的财路了。如果他要顺顺利利让我干了，我这事儿就成了，我今天可能就大富大贵了。对，这不是他的心里话吗？对不对？你耽误了我一身本领啊，所以他为什么恨你啊？你看，这个女人让我失去了大富大贵的机会。那要是赔了那要是赔钱了怎么办？没有人怪责你，我就跟您说，他就是这么来的，这个想法就是这么来的。您的想法错了吗？当然没错呀。事情得稳定一点啊，万一赔了呢？可是能干人、能折腾的人，他永远他就觉得我要干就能成。您是稳健型投资者，这是激进型，所以就这样。所以你们俩说了吗？不幸福的煎熬吗？
对，你问问老师应该怎么调整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您知道爱人他还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什么吗？叫粘人。刚才说到喝酒，他为什么和你唱反调？是因为你在喝酒的问题上不顺调。如果不爱你，他何苦和你来唱反调呢？我请问大哥，你们两个人在感情上，他是不是和你一条心的？这没问题。妻子，我也问你，他做的这不对，那不好。外面在打拼，虽然有风险，但目的是不是为这个家好？也是为这个家好。对自己的丈夫能不能有一点信任？男人有时候他就是要鼓励的，他去做可能有风险，我们可以提醒，但是不是要这样？他做的任何事情你都看不惯，看不惯的理由就是怕他输。一个男人，他折腾，但是我相信，他至少比你能把握市场。你为什么不给他机会呢？这也就导致他失去很多机会以后，指责你，你看，都是你把我搞成这样的。你们两个人缺少什么？就是彼此的认同感。顺调反调，它就是婚姻的味道，就是生活的味道。你也不要太上纲上线，吹毛求疵。你们现在不是在证明着自己当年的选择错了吗？事实证明没有错啊。为什么要做有错推定呢？供你们参考，供你们反思。谢谢。大姐真不容易。当然，基本上家里就是靠您嘛，3个孩子都在成才或者成才当中，而且有2个孙子，而且还有一个呀不听话、不给力、不支持的老公。的确可能因为大姐的固执而失去了一些机会，但她出于什么呢？出于对这个家安全的考虑。因为大哥，你也不是说没有失败的案例啊，对不对？好几件事都没有做成嘛，机会给你，你没有把握住，那请问还能给下次机会吗？大姐这边吃苦耐劳，对吧？但没有被大哥看到，是因为她自己的那个价值感没有实现。所以你们2个人都有优点，关键我们在于说互相的欣赏。你注意看对方的优点，同时和自己的缺点相补，这样的夫妻生活，这样的婚姻才能稳定的前进。大哥，可能你的事业心没有得到满足，所以你去跟朋友喝酒，对吧？诉说心中的苦闷。但是真的，在你宿醉之后要回哪儿啊？还不是回家？为什么呢？安稳、踏实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婚姻当中的最幸福的点。所以2个人啊，互相欣赏对方的优点，好不好？这样你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幸福。你当时要打工是想把家里的地留给家里的老人和家里的女人，对吧？对。他当时拦的有没有道理？你出去打工，我们不问你打了多长时间工，你打工打了一圈，后来怎么又回来了？钱也不好挣呗。所以当时他拦你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是有道理。有道理，好嘞。然后你非要种大棚，你老婆拦着。你那大棚种了一圈之后，发现白费劲了吧？对对。你老婆当时拦着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有道理。所以你抱怨你老婆拦着，让你错过了好多机会，你怎么没看到你老婆不是次次出来拦着的话，她有没有可能帮你躲过了好多坑？这一点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点对的地方？是。我告诉你啊，有这么个老婆管着是难受，但也是福气。她怎么没不管你啊？还不因为你是她孩子亲爹吗？然后就是我个人有一个感觉啊，先抱歉，您有点急功近利。你到现在都是，你别在家做饭了，你出去最好找一个月挣5000块钱的工作，还是钱。咱们29年日子过下来，除了钱之外，除了赚钱之外，咱有点别的追求吗，大哥？我觉得吧，小的时候是穷怕了，这钱嘛还得去挣，不管到什么时候得挣钱去，就这么个意思啊。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追求挣钱，所以我说您急功近利嘛。当一个人眼里只有一个目标的时候，好多现实的成绩你看不见。
你们29年的婚姻，咱们先不说感情好不好，成绩明摆着，儿女双全，而且已经3代同堂，下面还有2个孙儿。对对，这是成绩吗？你这29年日子，大哥，你告诉我，这29年日子你白过了吗？对对对。您呢？您这29年觉得白过了吗？没有没有白过，没白过吧？这就成。咱们的婚姻有成绩。我们看一个婚姻，看感情好不好是一方面，看有没有客观成绩是另外一方面。从客观上看，你们的婚姻很成功。29年日子过下来了，你们埋怨半天了，现在这样啊？我问一下，你丈夫就今天，咱别说年轻的时候，你丈夫就今天他身上有点好的地方没有？怎么说啊？有的时候听话，有的时候不听话，有的时候有听话的时候吧？有听话的时候，有不听话的时候啊。那您就别老，那您就不要只说他不听话的时候。这么一个男人还有听话的时候，你不满意啊？以他那脾气，是不是现在这不是就这样？以他的心智，他那心气儿，他有听话的时候吧？有听话。好嘞，你老婆29年现在身上有没有点地方你觉得欣赏的？有。什么？他主要是对这个父母、对家这个老人都非常孝顺，这样家里放心吗？放心放心。哎，对父母也好吧？对对对。哎，所以日子过到今天，看看对方的优点，看看咱家的成绩啊！我说完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老婆啊，是你无能的遮羞布，她的存在遮住了你的无能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如果没有你老婆，你今天就是一个烂醉如泥、身背巨债、天天躺在床上的孤寡老人。那不可能。你听我说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很简单，你和你老婆那么多年，你说她处处拦你，她拦住你了吗？你所有要做的那些事情，你不都做了吗？打工也打了，大棚也做了，木材也买了。是不是亏钱的那些事儿，你都赖在他头上？他拦住你亏钱那些事儿，你说他拦住你挣钱。我问你一件事，你是个木工，过去20年，中国装修市场最好的20年，为什么你没干木工？为什么你去干了大棚？为什么你去干了卖木头？为什么你不靠自己的手艺吃饭？很简单一个道理，因为你依赖嘛，你很依赖他，你做的所有事情你能离开他吗？你有本事你不要让他参与啊，你去啊，对不对？打工你打下去啊，打2年工、3年工、10年工、20年工打呀，你去干你的木工去啊，木工你拉队伍啊，我为什么不做呀？不是别人拦你，他拦了吗？他拦了。他拦住了吗？他没拦住。他在你的生活里面只是你的一个刹车而已。如果没有他管着你，今天你喝酒喝成什么样？你一个手上有手艺活的人，不靠手艺吃饭，天天奔着我要让我老婆去借钱，然后我要去做生意。你是做生意的材料吗？如果你干木工干了几十年，你今年50多岁，你干了30年的木工，请问你今天能攒下多少钱来？今天你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，只是还完了饥荒，没有攒下1分钱，但是在你老婆的操持下，一手拉大了那么多的小孩，你把他拿来当成你的背锅侠。所以啊，当老婆在你眼里什么都不是，只是我把我所有的责任不好的，我身上发生所有不好的事情，我都要埋怨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一个男人，当你身上发生所有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都是自己的责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男人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儿都自己做主的。真的要做的事儿，有人能拦得住吗？没有人能拦得住。真的要借钱，需要老婆去借吗？不需要，我们自己去借。所以每1分钱都可以自己去借。所以没有人可以替你承担责任，责任都是自己的。这要对你说的话。至于对你说的话，你是对的，你做的事儿也是对的，你的方向也是对的，但是能不能不要说的每句话都扫人的兴，都让人难受？我们是不是可以学着先夸完了之后我再阻止？听懂了吧？你就算是一个刹车，你也要让自己变成一个顺滑的，让人知道你刹的有道理的车。就这样，让我们一起进入
192就要爱真情队。我在家付出了这么多，你都看不到我的功劳。我告诉你说，你要是以后为了孩子，你要是能改的话，毛病能改的话，酒能不喝的话，咱们还能生活。如果你不改的话，我就下面走我自己的路了。你好好想一想。我感觉呢，这29年的婚姻呐，这点点滴滴过来以后，我总觉得吧，这磕磕碰碰这里边的事确实也挺多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能把自己身上毛病和你身上毛病全部去掉，那我们的后半生还是满满可以的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还管呢，大姐？为了家，为了孩子，这就是女人嘛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请回吧。来吧，伯洪兄预测一下。双出是肯定的，双出是肯定的。来吧，我们看看他们自己怎么选择吧，请开门。辛苦了，你辛苦了，嘿嘿嘿，辛苦了，你那么着急干嘛呀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行，知道多抱会儿吧，抱着抱着，我们一起见证，没那么多的话。来，各位，请见证他们的幸福时光，请见证，抱着抱着抱着。辛苦了，辛苦。我会把以前做不好的事全都改掉。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来，请亮灯。啊，回去吧，大姐，把那个说话太冲的毛病改一改，好不好？行。然后注意一些方式方法。行。这个你既然知道，大哥，你既然知道这个他不喜欢你那么去应酬，自己搂着点，好吧？行，好，有点分寸，加油吧，其实挺幸福的。谢谢你们，请回，请回。谢谢诸位老师，谢谢啊，谢谢诸位老师。来，请回去。谢谢啊，请回。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的中年夫妻看到他们在台上的争执，特别羡慕，因为有些婚姻活到中年的时候，连吵的力气都没有，两个人同在一个屋檐下，心里连对方的芝麻粒儿的空间都没有留下来，那就是一个外人。那样的婚姻多惨呀！还能吵，还有关注，说明他们还有爱。祝他们幸福吧！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